跟青梅竹马柳如烟合伙开钢结构，焊接加工厂1年净赚197万，年底分红，他理直气壮地划走187万。厂房是我爸给的启动资金租的，本钱是我拿的，钢结构资质、特种设备焊接资质是我跑下来的，钢厂和甲方的关系也是我维护的。你呢，就是出个人出个力，带着人焊东西。这10万你拿着，不少了。外面找个执政焊工班长，1个月8000顶定了，我还得给交5险眼金。这10万是你纯拿的。我学了8年焊接，拿过省级焊工技能大赛金奖，手里握着压力容器焊接的特种设备作业证。整个江北市找不出几个能焊1级焊缝 RT 碳商合格率100%的好手。1年前他找到我，凌晨，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我还能信不过你？你技术入股，咱们俩合伙，利润对半分，你只管把好技术关，外面的事我来跑。咱们兄妹同心，肯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他拉着我的手，说的情真意切，我当时还感动的不行，拍着胸脯跟他保证，所有焊缝我亲自盯，拓审合格率100%，绝不砸咱们的招牌。那前年底一块算。现在年底了，他给我算出来了，这是1年的数。厂房是我租的，设备是我买的，本钱资质都是我跑的，你就是出个力焊东西，拿10万不少了。这就是他说的不伤感情，兄妹齐心。我笑了，走到桌边，拿起那沓薄薄的钱。行，听你的。柳如烟大概没想到我这么痛快，她愣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意外，随即又被得意填满。凌晨，你别多想，我也是为你好。这行水深，焊接这东西看着就是烧体，里面门道多了去了。你拿多了钱，怕你学坏。拿着这10万，回家过个好年，给叔叔阿姨买点东西。他的语气带着施舍，也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掌控，仿佛我这辈子就该活在他的羽翼下，听他的安排，做他随叫随到的工具人。我没再看他一眼，转身出了门。外面的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雪，冷风刮在脸上刀子一样，但我心里比这天还冷。出了厂区大门，我才敢抬手摸了摸藏在工装内袋里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还有那本被我翻得卷了边的焊接工艺评定手册。这1年我干了什么，他心里没数，我自己心里门清。江北市化工园区的压力容器焊接，要求全圈弧焊打底，埋弧焊盖面，1级焊缝 RT 碳商合格率100%，10几家加工厂不敢接，是我带着班组啃下来的。一次碳商合格给厂里赚了80万。市政桥梁的钢结构箱梁焊接，野外零下15度的低温，他找的焊工焊完全是气孔裂纹，是我带着人通宵返工，重新制定低温焊接工艺，3天3夜没合眼，保住了工期没赔甲方的巨额违约金。为了拿下特种设备焊接资质，我熬了整整1个月，做焊接工艺评定，编作业指导书，做试件，做碳商，跑了10几趟市场监管局才把资质办下来。没有这个资质，他连化工压力容器的单子都接不了，更别说赚这近200万。可到头来，在他眼里，我就只是个出力气的焊工，只值10万块。仿佛我这8年的手艺，熬得无数个通宵，拼了命保下来的口碑和工期，在他眼里一文不值。身上揣着10万块钱，我怕我妈问我今年赚了多少，问我跟如烟一起干，怎么就分了这么点，我没法说。大院里谁都知道我跟柳如烟从小一起长大，她开厂，我掏心掏肺的帮她。所有人都说林晨这孩子实诚，为了青梅竹马的姑娘，把家底都豁出去了。现在说出去，我辛辛苦苦干了1年就分了10万块，谁信？我沿着马路一直走，口袋里的钱沉甸甸的，像一块烧红的铁，烙着我的胸口，也烙碎了我20多年的青梅竹马情分。手机响了，是王鹏，跟我一起学了8年焊接的师兄弟，也是我带出来的焊工班长，之前在厂里跟我一起干了1年。兄弟们都听说了，1年赚了快200万，就给你分了10万，他疯了吧？没有你，他那个破厂子早黄了。连你们都知道了，陈哥，这活咱不能干了，他柳如烟就是拿你当傻子耍，咱们有技术有手艺，在哪儿不能干，非得受他这个气。陈哥，你要是想单干，兄弟们都跟着你。我知道，我心里有数。他最清楚我为这个厂子付出了多少，也最清楚柳如烟是怎么克扣工人工资、偷工减料的。挂了电话，我心里那团火烧得更旺了。我找了个银行的自助服务点，把那一沓钱整整齐齐地放进存款机，机器开始点钞，哗啦啦的声音，像是在嘲笑我20多年的情分，到头来就值这10万块。我看着那个数字站了很久，这就是我1年拼死拼活的价值，也是我和柳如烟20多年情分的最终定价。我拿出手机，打开了之前早就收藏好的焊接设备资料，数控龙门式焊接中心设备参数与报价，数控等离子火焰切割机选型方案，全自动埋弧焊机配置清单，还有我之前做的详细分期方案。回本周期测算，之前柳如烟的厂子刚有起色的时候，我就跟他提过好几次，想上一套新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他每次都骂我瞎折腾，说我就是个干活的命，别操老板的心。现在我才明白，他不是怕花钱，他是怕我有了更好的设备，有了单干的底气，再也拿捏不住我了。崭新的设备，精准的数控系统，稳定的焊接性能，能焊钢结构、压力容器、飞标件，覆盖我们能接触到的所有焊接业务。我一张一张的翻，心跳得越来越快，一个念头像疯长的野草，再也压不住。
他不是说厂房设备资质是他的吗？那我就建一个我自己的厂房，买一套我自己的设备，办一套我自己的资质。我林晨靠自己的手艺照样能闯出一片天，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用再被任何人当成廉价的打工仔。一个电话打了过去，是资料里留的焊接设备厂商的销售电话。喂，你好，是江北市华远焊接设备厂吗？是的，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我想问一下，你们的4米数控楼门焊接中心带等离子切割埋焊支2保焊一体的那款，现在什么价？对方报了个数字，全套落地42万。我心里快速算了一下，10万块，付完设备首付4万2，还能租个厂房。你们厂在哪儿？我现在过去。销售报了个地址，我挂了电话，拦了辆出租车。师傅，去城北经济开发区华远焊接设备厂。柳如烟，你以为我林晨是傻子，以为我会念着从小到大的情分，一辈子给你当牛做马？你等着，这个年咱们好好过，年过完这笔账，我跟你连本带利一起算。城北设备厂的厂区很大，一排排崭新的焊接设备停在车间里，像列队的钢铁巨兽。我找到销售办公室，刚才接电话的小李迎了过来。是刚才打电话的林先生吧？是我。这款4米数控楼门焊接中心是我们的爆款，钢结构厂、压力容器加工厂用的最多，数控系统精准控制，焊缝成型好，摊进合格率能拉满，比人工焊效率高10倍都不止。他带着我走到车间最里面，那台崭新的数控楼门焊接中心静静矗立着。机身比我人还高，银灰色的漆面锃亮，全新的西门子数控系统，进口等离子割枪，双丝埋弧焊机，配套的2保焊枪、剖口机，全是一线品牌。比柳如烟那套用了快10年的二手破烂好了不知道多少倍。柳如烟那套设备楼门架都变形了，数控系统经常死机，等离子割枪割出来的剖口歪歪扭扭，埋弧焊机送丝不稳，焊出来的焊缝全是夹扎气孔，全靠我后期人工修补才能勉强过碳伤。为了伺候那套破设备，我学会了电路维修、系统调试、机械校正。这一年我为他省下的设备钱都不止10万块，可他把这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他觉得我就是个给他干活的焊工，修设备也是我分内的事。我踩着踏板上了操作平台，控制面板干净整洁，全新的显示屏，各项焊接参数、切割路径一目了然。我握住操作手柄，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好像这套设备天生就该属于我。我下了平台，话说得很干脆。价格呢？全套落地42万，您分期的话，首付10%，也就是4万2，月供大概11000多，您觉得能接受吗？可以，我干焊接8年，只要有这套设备，有稳定的技术，一个月净赚3、4万不成问题。我从钱包里拿出身份证，就在我准备签字的时候，手机又响了，是柳如烟。我皱了皱眉，按了接听，她的声音带着笑意，透着一股子得意。喂，凌晨，干嘛呢？回家数钱啦？没，随便转转。行了，别转了，早点回家陪叔叔阿姨，那10万块够你花的了。对了，过完年初6就得开工，市政那边的护栏焊接单子我接了，还有化工园区的土办补焊，你早点过来盯着，别耽误工期。知道了。他这是在提醒我，我还是给他打工的。我挂了电话，脸色沉得能滴出水。小李在一旁看着，没敢出声。我拿起笔，再没有任何犹豫，在合同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林晨，一笔一划，力透纸背。林哥您放心，贷款审批很快的，最多3天，设备 PDI 检测1天，安装调试2天，最快年前就能给您弄好，年后初6您直接就能用。我点了点头，钻进一辆出租车，报了家里的地址。车开上路，城市的霓虹灯在窗外流淌，像一条条彩色的河。我靠在椅背上，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签下合同的那一刻是冲动的，是解气的，但现在冷静下来，巨大的压力扑面而来。37万8的贷款，每个月1万1的月供，这笔钱像一座山压在我的肩膀上。我不能失败，我必须成功。回到家，推开门，饭菜的香味扑面而来。我爸妈坐在饭桌旁，显然一直在等我。怎么才回来？厂里年底事儿多，盘了下账，快去洗手吃饭。我走进卫生间，用冷水冲了把脸。饭桌上气氛有些沉闷，我妈给我夹了块排骨。阿晨今年分了多少钱啊？这是我自己的工资卡，里面还有2万多存款。妈，钱都在卡里，10万。你们不是赚了快200万吗？大院里谁不知道如烟那厂子今年赚翻了，他都买宝马了，你怎么就分了10万？今年行情不好，钢材价格波动大，好多单子回款慢，还有几笔坏账，刨掉整本、厂房租金、设备折旧，确实没剩多少。如烟那边也要回本，他爸投的钱利息都不少。不可能，再怎么算也不可能只有这么点儿。林晨，你是不是被如烟那丫头给骗了？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你实心眼儿，他鬼主意多，你别被他卖了还帮着数钱。妈，你别乱说，如烟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他还能坑我吗？厂房设备是人家的，资质关系也是人家跑的，大头本来就该他拿，我就是个代班的焊工。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心在滴血，每一个字都是对自己这一年辛苦的背叛，也是对20多年青梅竹马情分的否定。但我必须这么说，
我不能让他们知道真相，至少现在不能。我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更不想让他们因为这事跟柳如烟家闹僵。我妈还想说什么，被我爸打断了。行了，吃饭吧。我爸把茶杯放下，给我使了个眼色。这顿年夜饭吃得索然无味。晚上我爸妈睡了之后，王鹏又给我打来了电话。陈哥，你真打算就这么认了？认？牛逼啊，陈哥，就该这么干。他柳如烟以为离了他你就活不了了，我倒要让他看看，凭你的技术，在哪儿都能闯出一片天。厂房我帮你找，资质我帮你跑，兄弟们都跟着你干，咱们跟他正面刚，我就不信咱们干不过他。那晚我们俩在电话里聊了整整一夜，从厂房布局到设备安装，从资质办理到客户开发，从焊接工艺到质检标准，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反复推敲。窗外的天渐渐亮了，我看着窗外泛起的鱼肚白，心里无比坚定。接下来的几天是过年前最忙碌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货，走亲访友。我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陪着爸妈走亲戚，去大院里拜年。碰到柳如烟和她爸妈也依旧笑着打招呼，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柳如烟依旧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拉着我的手。今年厂子能做起来，全靠你帮忙。明年你一定好好干，到时候给自己娶个好媳妇儿。周围的人都笑着附和，说他们俩青梅竹马一起干事业，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笑着应和，心里却一片冰冷。她就是这样，永远在人前扮演着重情重义的好姐姐，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却把我当成她成功路上的垫脚石，用完就扔。林先生，好消息，贷款批下来了，银行那边效率很高，您的征信记录非常好，设备已经进车间做 PDI 检测了，保证给您里里外外全面检查一遍。全新的设备咱们得仔细安装，调试的师傅我也约好了，大年初5就上门，给您把设备装到指定厂房，初6就能正常开工。行，辛苦你了。挂了电话，我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大半。贷款批了，就意味着这套设备已经是我的了，剩下的就是厂房。我早就看好了柳如烟的如烟钢结构加工厂。在城郊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它隔壁有个2000平的标准化厂房，带5吨型车，3项电全通，有独立的办公室和质检室。之前是个机械厂，倒闭之后一直空着，房东挂了很久的出租信息。之前我跟柳如烟提过2次，想把这个厂房租下来扩大生产，上一套新设备。柳如烟每次都骂我瞎折腾，说我就是个干活的命，别操老板的心。我拨通了房东的电话，响了2声就被接了起来。是的，厂房还空着呢，你想租？对，我想租。年租金多少钱？怎么付款？年租金4万，半年一付，押金5000，行车水电全是现成的。你做焊接加工，正好能用，环评备案都做好了，直接就能开工。我现在过去看场地，合适的话，今天就签合同付定金。好嘞，我就在园区附近，10分钟就到。20分钟后，我站在了这个厂房里，站在厂房门口，能清清楚楚看到柳如烟加工厂的大门和焊接车间，一墙之隔，门对门，脸对脸。厂房方方正正，行车完好，水电齐全，办公室、质检室、材料仓库一应俱全，货车进出完全没问题，简直是为焊接加工厂量身定做的。我当场就跟房东签了合同，付了5000定金。你有眼光，这厂房是园区里最好的。这期间柳如烟也给我打过几个电话。凌晨，那钱别乱花，给你爸妈买点好东西，剩下的存起来，将来娶媳妇儿用。知道了，如烟。凌晨，明天年夜饭带上叔叔阿姨来我家吃。不了，如烟，我家里都准备好了。别啊，多生分，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下午早点过来帮忙。他不等我再说话就挂了电话。我拿着手机冷笑一声，你想演戏我就陪你演。除夕那天我还是去了，带着爸妈去了柳如烟家。凌晨来了啊，这是我男朋友季伯达，在江北市做钢结构生意的，开了6家连锁加工厂，圈子里的人都认识。季伯达，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那发小凌晨给我厂里带班焊东西的技术特别好。客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有同情，有轻蔑，有看热闹的。我爸妈的脸色瞬间就变了，跟在我身后的王鹏手也紧紧地攥住了我的胳膊。我特意叫上了他，我不想一个人面对这场精心设计的羞辱。我却笑了。季伯达抬了抬眼皮，象征性地跟我碰了下手，眼神里满是居高临下的傲慢。我的平静似乎让柳如烟有些意外，她预想中我的局促和尴尬并没有出现。她皱了皱眉，饭桌上更是成了她和季伯达的双人秀场。季伯达则在一旁漫不经心地接话，随口提几个市政大项目，说几个行业里的大人物，言语间全是掌控一切的底气，明里暗里都在彰显自己在江北市焊接行业的地位。凌晨这孩子啊，就是太老实，跟我干了1年，风里来雨里去，带着人焊东西，探阵反轰也辛苦了。
所以我做主给她包了10万块的红包，让她过个好年。大家说我这个当姐姐的够意思吧？够意思，太够意思了！如烟现在是出息了，知道照顾弟弟，还有季伯达这么有本事的男朋友，将来肯定更了不了。他们一唱一和，把我定位成了一个需要被照顾、被施舍的跟班。我爸妈的脸已经长成了猪肝色。我端起酒杯站了起来。如烟说的对，这一年多亏你照顾了，这杯酒我敬你，也敬季总。我仰起头，把一杯白酒一饮而尽。所有人都愣住了。柳如烟看着我，眼神里闪过得意和满足。她以为我认了，她以为我服了。她不知道，我敬的不是她的人，更不是她身边的靠山，而是我们那段被她亲手埋葬的20多年的青梅竹马情分。从这杯酒开始，一笔勾销。从柳如烟家出来，外面下起了小雪，冷风夹着雪花打在脸上，冰冷刺骨。我爸一路上都黑着脸，一句话没说。我妈一直在唉声叹气。爸妈妈对不起，今天让你们受委屈了。我爸看了我一眼，重重地叹了口气。阿晨那活咱不干了，被人这么戳脊梁骨，赚再多钱有什么意思？什么玩意儿？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家那顿饭我吃的都快吐了。从小一起长大的，他怎么能这么对你？陈哥，咱们不干了，厂房我们已经看好了，设备也定了，初6就开工，咱们自己当老板，不受这个气儿。爸妈、大鹏，你们放心，这个气我们不会白受的。给我点时间，我会把今天丢掉的面子全都挣回来。我打断了他，送他们上楼后，我一个人在楼下的雪地里站了很久。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小李发来的微信，一张图片，一句话。图片上是一套崭新的数控焊接设备，机身系着大大的红花，在车间的灯光下格外鲜艳。我看着那张照片，胸口的热血再次沸腾起来。这就是我的底气，这就是我的武器。大年初一，按照惯例是去亲戚家拜年的时候，我开着我爸那辆开了快10年的旧捷达，载着一家人。路上收到了柳如烟的微信，字里行间都是一种命令的口吻，仿佛我的人生就该由她来安排。然后关掉了手机。接下来的几天，我表现得和往年没有任何不同。阿晨跟着如烟好好干，将来他吃肉，总有你喝汤的时候。是啊，现在给别人打工都不容易，有个知根知底的老板带着，总比自己瞎闯强。这些话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知道他们不是坏心，他们只是看到了表面，看到了柳如烟家的风光和我家的落寞。也没人知道我正在等待一个时机，一个足以掀翻整个冰面的时机。大年初5，房东的电话来了。小陈，钥匙给你放园区门卫扇了，租金你转我微信上就行。水电都通好了，行车也年检过了，随时可以进场。好嘞，谢谢叔。挂了电话，我把半年租金和剩余的押金一次性转给了房东。同一天，小李带着安装师傅也到了场地，一车车的设备配件运了进来，师傅们紧锣密鼓地开始安装调试。王鹏也带着几个信得过的老师傅来了，他们带着自己做的焊接工艺文件、车间布局图，和师傅们一起确定设备安装位置，规划焊接区、碳商区、材料区、成品区，专业又干练。一直忙到大年初6的凌晨，设备安装调试全部完成，设备调试完毕，满负荷运转，完全没问题。焊接精度、切割精度全部达标，上手就能用。我按下设备启动键，嗡，液压系统和4伏电机发出低沉而有力的咆哮，整个机身微微震动着，强大的动力在钢铁身躯里奔腾。我知道，这一刻终于来了。天刚蒙蒙亮，我就让广告公司的人把早就做好的招牌挂在了厂房大门的正上方，红底银字6个大字格外醒目：恒辰焊接重工。就在招牌挂上去的那一刻，柳如烟开着她的宝马5系，就看到了隔壁崭新的招牌，还有车间里那套锃亮的数控焊接设备，瞬间愣住了。他一脚踩死刹车，车子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他推开车门下来，眼睛瞪得像铜铃，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他几步冲到了我的厂房门口，就看到了站在设备旁穿着干净夹克、气度从容的我，还有站在我身边的王鹏和一众老师傅，四目相对。凌晨，你他妈什么意思？我看着他，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慢悠悠地走了过来，站在厂房大门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就在10几天前，我还是那个站在他办公室里，被他用10万块钱羞辱的代班焊工，而现在我们的位置彻底颠倒了。我再次按下设备启动键，设备的轰鸣声像滚滚的闷雷，在安静的工业园里格外响亮。没什么意思，柳如烟，以后各干各的吧。柳如烟的脸瞬间白了又红，红了又紫，气得浑身发抖。这厂房这设备全是用你给我的那10万块弄的，怎么你赏我的钱我不能花？你想和我宣战，凌晨？你个白眼狼，忘恩负义！我从小跟你一起长大，带你赚钱，给你分10万块，你就这么对我？你在我隔壁开厂抢生意，你良心过得去吗？良心？
柳如烟，你跟我谈良心，一年赚了197万，你给我10万块，说我就是个出力气的，那个时候你的良心在哪儿？我没日没夜在车间里焊东西，保工期、保吞噬，给你赚了近200万，你拿着钱买宝马，在酒桌上风光无限，把我当你的打工仔，那个时候你的良心在哪儿？你给我等着，我要是不把你这破厂干黄了，我柳字倒过来写。看着他气急败坏的背影，王鹏和一众老师傅笑得前仰后合。我笑了笑，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这只是开始。开业第一天，我没搞什么花里胡哨的开业仪式，只做了一件事。我在门口立了一块牌子，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所有焊接加工业务报价永久比隔壁如烟钢结构低5%。就这一句话，直接在整个工业园炸开了锅。做钢结构焊接加工的客户最看重的就是2点：价格公道，质量过硬。而柳如烟的如烟钢结构在这2点上早就臭名昭著了。它的报价虚高，还经常中途加价，焊接质量更是一塌糊涂，经常出现焊缝气孔、裂纹、夹杂碳商不合格，导致客户返工，延误工期。客户们早就怨声载道，只是工业园里之前只有他一家大型焊接加工厂。下午2点，就有第一个做机械设备的老板拉着一车非标件的钢材进了我的加工厂，我亲自接待，和王鹏一起根据他的图纸制定焊接工艺。报了价，比柳如烟之前给他的报价低了5%，还承诺3天交货，焊缝全检。出具 RT 碳商报告，不合格全额退款。当天下午这批活就开工了，我带着老师傅们用数控设备下料坡口，精准控制焊接参数。王鹏全程盯质检，每一道焊缝都做了渗透检测，关键焊缝做 RT 碳商，全程零缺陷。3天的活，我们2天就干完了，碳商合格率100%。那个老板来提货的时候，看着完美的焊缝和正规的碳商报告，激动的不行，当场就把尾款结清了，还介绍了2个做化工设备的朋友过来。口碑的传播速度比病毒还快。整个下午，我的加工厂门口客户络绎不绝，老师傅们负责焊接生产，王鹏负责工艺和质检，我负责谈单子盯生产。所有人忙得脚不沾地，连口水都顾不上喝。而一墙之隔的如烟钢结构门可罗雀，柳如烟站在办公室的窗户边，看着隔壁排起的长队，气得浑身发抖，把办公室里能砸的东西全砸了个稀巴烂。开业第一天，我的加工厂就接了8个订单，合同额直接破了30万。这只是第一天，我的征途才刚刚开始。柳如烟的报复来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快，还要阴狠。开业第4天，麻烦就找上门了。市场监管局和应急管理局的人就来了，说有人举报我的加工厂无证经营特种设备焊接，安全生产不达标，涉嫌欺诈客户，要当场查封车间，停业整改。我配合执法人员拿出了所有的资质文件、工艺评定报告、安全管理制度、焊工的特种设备作业证，还有开业以来所有的合同、碳商报告，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执法人员当场就明白了，这是同行恶意举报，严肃地警告了我注意同行恶意竞争，就离开了。第一招，恶意举报，我轻松化解。柳如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开始在圈子里到处散播我的谣言，说我无证经营，焊接质量差，偷换钢材材质，坑客户的钱。不仅如此，她还利用她男朋友季伯达在行业里的势力，联合了江北市周边的几家大型钢厂、钢材贸易商，跟他们打了招呼，不准给我供货。谁要是给我供钢材，不仅柳如烟会终止合作，季伯达旗下的6家加工厂也会立刻把全年的采购订单全部转到别家去。钢厂没人愿意为了我这个新入行的得罪他这个大客户。柳如烟以为只要封了我的钢材供货渠道，我接了单子也没材料加工，只能违约赔钱，资金链一断，加工厂自然就黄了。陈哥，柳如烟和季伯达这俩人太不是东西了，这是想断了咱们的原材料，把咱们往死里逼呀！现在单子接了，钢材买不到，到时候交不了货，要赔一大笔违约金，咱们就完了。这一招确实打到了焊接加工厂的命门上，很快坏消息就一个接一个的来了。之前谈好的几家钢材贸易商全都打来了电话，无一例外全都终止了合作，理由都一样。柳如烟和季伯达联合施压，谁敢给凌晨供货，就彻底失去江北市最大的订单渠道。季伯达和柳如烟想封我的路，他们还没那个本事。本地钢厂不供货，咱们就去邻省。我就不信凭咱们手里的订单还买不到钢材。我立刻打开电脑，翻出了之前参加省焊接行业协会交流会存下来的邻省大型钢铁集团的联系方式。这个钢铁集团是周边3省最大的钢材生产企业，型材、板材、特种钢全品类覆盖，供货能力极强。我拨通了集团销售部刘总的电话，电话响了几声被接了起来。喂，刘总您好，我是江北市的林晨，之前咱们在省焊接行业交流会上见过。小林，我记得你，你那手焊接技术还有对钢材焊接性的理解，我印象太深了。你的订单我绝对放心。我心里的石头瞬间落了地，挂了电话。我看着目瞪口呆的王师傅他们，笑了。
当天下午，我就把所有订单需要的钢材规格、数量全部报给了刘总，付了定金。第二天一早，3辆满载钢材的半挂车就开进了我的加工厂。钢材一到，车间里瞬间就响起了焊机的轰鸣声。靠着和邻省钢铁集团的合作，我不仅有了稳定的原材料供货渠道，采购成本反而比在本地拿货低了一大截。不仅如此，因为原材料成本更低，我直接把加工报价又下调了2%。这下更多的客户蜂拥而至，我的加工厂生意更是火爆的一塌糊涂。柳如烟听说我不仅没被他和季伯达困死，反而找到了更好的供货渠道，成本更低，赚得更多了，气得当场砸了办公室的茶桌，哭着给季伯达打了一下午的电话。可他再气也没用，他的阴招在我面前不堪一击，而我的杀招才刚刚开始。我的核心技术终于开始发威了。焊接加工这行最大的暴利，从来不是普通钢结构的加工费，而是高难度的特种焊接、压力容器焊接。一种钢焊接这些活技术门槛高，一般的加工厂干不了，利润是普通焊接的好几倍。有一次，江北市一家化工企业要做一批钛钢复合板的反应釜焊接，一种钢焊接要求全位置对弧焊，1级焊缝 RT 碳伤合格率100%。还要做水压试验、气密性试验，江北市10几家加工厂都不敢接。柳如烟仗着季伯达的技术团队接了之后，焊了3次，碳伤全部合格，还把母材焊废了，赔了人家10几万，人家差点跟他打官司。最后这家企业的老板找到了我带着王鹏连夜制定了焊接工艺，做了焊接工艺评定，带着班组干了3天3夜，一次性焊接完成，碳伤合格率100%，水压气密性试验全部一次性通过。就这一单我赚了整整15万。还有一次，本地的热电厂要做锅炉管道的抢修焊接，高温高压合金管道，要求带温焊接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不然整个厂区停机，损失巨大。季伯达的团队都不敢接这个烫手山芋，柳如烟更是连碰都不敢碰，人家找到了我带着2个老师傅通宵作业，精准控制焊接参数和层间温度，18个小时就完成了所有管道的焊接，碳伤一次性合格。热电厂的厂长当场就跟我签了年度维保协议，年合作金额超过200万。更厉害的一次，一家外资企业要做一批出口的不锈钢设备，焊接要求符合欧盟标准，还要做第三方碳伤检测。柳如烟接了之后，焊出来的东西根本达不到标准，人家要取消订单，还要他赔付违约金。最后人家找到了我带着王鹏按照欧盟标准重新制定了焊接工艺，全程数字化焊接，严格控制焊接变形和焊缝成型，最终产品一次性通过第三方检测，顺利出口。就这一单，我不仅赚了18万，还拿下了这家外资企业的长期独家供货协议，成了江北市唯一一家能做欧盟标准焊接加工的民营企业。王师傅他们每次都看得目瞪口呆，逢人就说我们老板的手是开过光的，多难焊的东西到他手里都能焊得漂漂亮亮的。焊王林晨的名号在江北市的焊接圈子里彻底响了起来。短短3个月，我不仅把开业投入的本钱全部赚了回来，还添了新的数控管板焊机、全自动低弧焊工作站、数字式无损碳伤仪，租下了旁边又一个1000平的厂房，扩大了生产车间，招了30多个持证焊工，还办下了特种设备焊接的正规资质。恒辰焊接重工成了江北市焊接加工行业一匹杀出来的黑马。而柳如烟的如烟钢结构却越来越不景气，客户被抢光，高难度的单子他根本干不了，能接的普通单子也因为质量差，报价高，没人愿意给他，生意一落千丈，焊工走了一大半。可他依旧不死心，依旧把所有的失败都怪在我的头上。他天天在季伯达耳边吹枕边风，哭着闹着要季伯达帮他搞垮我。季伯达本就因为我抢了他的市场份额，对我恨之入骨，两人一拍即合，给我准备了4级杀招，招招奔着我的命门来，想一次性把我彻底搞垮，永无翻身之日。4月初，江北市出了件大事，本地龙头国企北方重工要做一批新生产线的重型钢结构机架焊接，总量1200吨，里面还有大量的特种钢焊接、箱体密封焊接，是块实打实的肥肉。圈子里的人都疯了，全都盯着这块肥肉，挤破头想拿下这个订单。柳如烟也不例外，他靠着季伯达的人脉和亏本报价挤掉了所有竞争对手，拿下了这个订单。当时整个圈子都在说柳如烟有季伯达撑腰，走了大运，靠着这一单就能彻底翻身。可谁也没想到，仅仅10天，事情就彻底反转了。柳如烟为了降低成本，偷换了钢材材质，北方重工做理化检测和碳伤，直接查出了问题，不仅没给他结加工费，还让他赔付了合同额30%的违约金，整整26万。北方重工的项目负责人张启明张总被厂里严厉问责，扣了全年奖金，还背了个记过处分。更麻烦的是，厂里的生产线投产日期定死了，剩下的1000吨机架必须在20天内焊接完成，要是找不到靠谱的合作方，按时按质完成，张总就要被撤职查办。可经过柳如烟这一坑，张总对江北市所有的焊接加工厂都失去了信任，找了10几家，要么报价虚高，要么就想跟柳如烟一样偷工减料。
这件事是北方重工的设备部王部长告诉我的。你要是能把这个单子拿下来干漂亮了，以后你在江北市就彻底站稳脚跟了。北方重工的所有焊接订单都会是你的。我心里瞬间燃起了火，只要拿下这个单子做好了，以后整个江北市的国企上市公司的焊接加工订单都会向我敞开大门。王部长，谢谢你，能不能帮我约一下张总？我想跟他当面谈谈。没问题。王部长的效率很高，当天下午我就坐在了北方重工张总的办公室里。张总看起来40多岁，头发白了一半，满脸的疲惫和焦虑。看到我进来，眼神里带着明显的不信任。你就是王部长推荐的林晨。我直说了，之前我们跟柳如烟合作被坑了26万，工期也耽误了。柳如烟是你发小，她男朋友季伯达在圈子里什么名声我也清楚。之前我们跟王强合作，现在我们对本地的加工厂都不太信任。我凭什么觉得你不会跟他们一样？张总，你知道用合适的。我知道您现在最担心的不是价格高低，是焊接质量，是工期保障，是透明合规，是不被坑。这批1000吨的重型机架焊接，我给您3个承诺，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做不到我赔您双倍损失。第一，全程透明化生产，您可以派监理、质检、安保24小时全程驻场监造，从钢材入场复检，每一个环节都在您的眼皮子底下进行，绝不搞任何小动作，绝不偷换一块钢材，绝不偷减一道工序。第二，全流程质量管控，所有钢材入场必做理化复检，所有焊缝100%做无损靠放，出具正规碳缝报告，焊接工艺全部通过评定，保证1级焊缝合格率100%，只要有一道焊缝不合格，整根产品直接损失我来重做。第三，工期绝对保证20天内所有产品分批交付，绝不延误1天。如果因为我的原因延误工期，每延误1天，我赔付合同额的1%，上不封顶。方案里清清楚楚地列着每一道工序的施工流程、质量标准、工期节点，明明白白、干干净净，没有任何隐藏条款。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把每一道工序、每一个质量标准、每一个工期节点都列得清清楚楚。小林，你说的对，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质量和工期，就是不透明被坑。你这3个承诺说到我心坎里了，这个单子就交给你。我心里悬着的石头彻底落了地。张总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绝不让您失望。从北方重工出来，王鹏在车里等我，急得不行，看到我出来立刻围上来。我笑着点了点头，他瞬间跳了起来，激动地大喊：可我们都知道，拿下订单只是第一步。第二天一早，我就带着全部焊工和设备进入了厂里专门给我们腾出来的焊接车间。张总带着监理、质检、安保全程盯着，寸步不离。我没多说废话，换上焊工服，戴上焊帽，第一个跳上了机架，带头焊接。这一干就是20天20夜。我们吃住都在车间里，2班倒，人停机不停。白天焊接生产，晚上碳伤检测、对账核算。张总派来的监理从最开始的寸步不离、严防死守，到后来的彻底放心，再到最后的满脸佩服。更让他们震惊的是我的技术，很多别人焊不了的厚板深剖口焊接、特种钢异种钢焊接，我上手一次成型，焊缝成型美观，碳伤一次性合格。跟厂里的焊接工程师核对工艺参数，分毫不差。厂里的焊接总工程师都围着我请教，一个劲地说：“林师傅，你这技术太厉害了，比我们厂里的特级焊棒都牛。”20天期限到的那天，最后一批机架焊接完成，碳伤检测全部合格，顺利交付。最终对账的时候，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这批订单，柳如烟当初报价180万，还偷工减料，坑了厂里26万。张总看着验收报告和对账单，手都在抖，眼眶都红了。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小林，太谢谢你了，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这件事像飓风一样席卷了整个江北市的工业圈和焊接行业，所有人都知道了，北方重工被柳如烟和季伯达坑了26万，而恒辰焊接重工的凌晨实实在在保质保量完成了订单，还帮厂里省了钱，拿下了北方重工的年度独家订单。焊王凌晨的名号不仅在焊接圈子里响，在整个江北市的工业圈彻底打响了。一战封神，周边10几家机械厂、化工厂、热电厂、市政公司全都找上门来跟我签合作协议，把焊接订单交给我。我的生意像坐了火箭一样一飞冲天。我顺势租下了工业园里1万平的正规厂房，办齐了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资质、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资质，成立了恒辰重工科技有限公司。而柳如烟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直接气得住进了医院。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当初随手打发的10万块钱，怎么就让她眼里那个只会焊东西的傻小子爬到了她这辈子都望尘莫及的高度。她男朋友季伯达也因为这件事在圈子里丢尽了脸面，自己的女朋友接的单子搞砸了，却被一个入行半年的新人完美收尾，成了整个行业的笑柄。可她依旧不死心，出院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季伯达抱得更紧了。两人一拍即合，给我准备了4级杀招，招招奔着我的命门来，想一次性把我彻底搞垮，永无翻身之日。
季伯达和柳如烟的动作来得又快又狠，他们给我准备了4记杀招，招招奔着焊接加工厂的命门来，想一次性把我彻底搞垮。第一招，渠道垄断。季伯达利用自己20多年的人脉和行业地位，联合了江北市周边所有的钢厂、焊材气体供应商、碳商检测机构，签了独家合作协议，不准他们给我供货，提供检测服务。同时，他还跟江北市所有的钢结构工程分包商、焊工班组打了招呼，不准跟我合作，谁敢跟我合作，就别想在江北市的焊接圈子里混了。柳如烟则在一旁出谋划策，把我之前合作过的所有供应商、合作方的信息全都告诉了季伯达，甚至连我跟邻省钢厂的合作细节都想方设法打听了出来，给季伯达支招，想连邻省的渠道也一起封死。他们想彻底封死我的上下游渠道，让我既买不到原材料，找不到检测机构，也招不到焊工，接不到订单，活活饿死。第二招，恶意举报柳如烟对我的厂房、账目、业务流程了如指掌。他和季伯达一起伪造了一堆证据，向环保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市场监管局、税务部门恶意举报我环保不达标，无证生产特种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偷税漏税，违法承揽工程。柳如烟甚至把我之前在他厂里做的焊接工艺评定、事件检测报告都偷了出来，伪造成我无证生产的证据，提交给了相关部门。他们想让我的公司被查封、停业整改，彻底干不下去。第三招，挖墙脚抢订单。季伯达开出双倍工资，挖我公司的持证焊工、焊接工艺师、质检工程师，甚至是车间主任。柳如烟则在一旁煽风点火，跟那些被挖的工人说我的坏话，说我忘恩负义，将来肯定也会亏待他们，还许诺只要他们过来，就给更高的职位和更好的待遇。同时，两人联手用零利润甚至亏本的价格抢我正在谈的工程项目订单，哪怕不赚钱也要把订单抢走。第四招，栽赃陷害。这一招最阴狠、最歹毒。柳如烟偷偷找人混进了我的焊接车间，在我准备交付给北方重工的产品焊缝里偷偷塞进了夹渣，还在碳商市块上做了手脚，伪造了焊缝不合格的证据，举报我生产不合格产品，欺诈国企客户。他太了解我了，知道我的生产流程，知道我的车间布局，知道我的软肋在哪。季伯达则在背后给他撑腰，帮他找人，给他出主意，甚至动用自己的人脉，想让相关部门直接对我立案调查。4记杀招接踵而至，一时间整个公司都人心惶惶。先是合作的焊材供应商、气体公司纷纷终止了合作，不敢再给我供货。紧接着，税务、环保、应急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连上门检查。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整啊！现在怎么办？原材料快断供了，参进机构不敢给我们做检测，公司还天天被查，工人都人心惶惶的。他们太歹毒了，柳如烟居然往产品里塞夹渣，往仓库里藏气瓶。要不是早上巡检的时候被我们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啊！他们出了4招。我一一接下就是。季伯达和柳如烟的4记杀招看起来招招致命，实则每一招都有破解的办法。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搞垮我，太天真了。他忘了，我早就不是只靠本地市场的小加工厂了。我直接联系了邻省的钢铁集团焊材生产厂家，跟他们签了深度合作协议。他们不仅给我稳定供货，价格还低于市场价，还在我的厂里建了专属的焊材仓库。同时，我联系了邻省的第三方无损检测机构，他们具备国家级检测资质，直接派了检测团队驻场，给我做检测服务，出具的报告全国认可。柳如烟想封死我邻省的渠道，可邻省的钢厂根本不在乎季伯达的威胁，反而因为我的订单量越来越大，给了我更优惠的合作条件。同时，我推出了焊工保底薪资加计件、提成加五险一金加员工持股的招聘政策，给出了行业内最高的薪资待遇。不仅江北市的焊工纷纷来投奔周边城市的顶级焊工，也都慕名而来。至于订单，北方重工的张总直接放话：谁要是跟季伯达、柳如烟合作，就是跟我们北方重工作对。季伯达和柳如烟的渠道封锁彻底成了一个笑话。第二，化解恶意举报。我的公司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所有的资质手续、环保环评、安全管理制度、税务账目全都齐全，规范合法，没有任何违规的地方。现在要稳定员工和维护客户，人力资源部立刻完善员工持股计划，明确持股比例分红方式和退出机制。今天下午就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宣布这个消息，同时给所有留下来的员工每人涨10%的工资，提高伙食标准，给外地员工安排免费的员工宿舍。告诉大家，公司不会亏待任何一个跟着我们一起打拼的人。老王，你负责配合各个部门的检查，准备好所有的资料。好的，厂长。王师傅，你把公司成立以来所有的账目凭证、合同流水全部整理出来，分门别类装订成本。明白，我这就去。每一笔进出账都要有据可查，每一份合同都要附上对应的发票和验收单。税务部门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一点都不能隐瞒。我们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所有的经营活动都是合法合规的，没有任何违规的地方。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们查不出任何问题。林先生检查后确定你的公司没有任何问题。领导，
这是我们车间的监控录像。昨天晚上有人偷偷溜进我们的车间，往产品焊缝里塞假渣，还往仓库里藏乙烯气瓶，想栽赃陷害我们。同时，这是柳如烟偷取我之前在她厂里的工艺文件，我们已经向警方报案了。没想到季伯达和柳如烟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搞恶意竞争，我们一定会把情况如实上报。你们放心，我们会依法办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的天，柳如烟也太狠了吧！竟然用这种手段搞竞争，这要是没发现，出了安全事故要死人的。就是，太丧心病狂了！为了搞垮竞争对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以后谁敢跟他合作啊？亏他还是林晨的青梅竹马，林晨当初那么帮他，他竟然这么对林晨，真是白眼了。季伯达一个混了20多年的老江湖，竟然纵容女朋友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真是丢尽了我们行业的脸。你们懂什么？是林晨先对不起我的，是他抢了我的生意。我们焊接行业靠的是手艺，是信誉，是良心。像季伯达、柳初烟这样搞恶意竞争的，是我们行业的耻辱。把我们手里的订单按照优先级排序，优先保证北方重工等大客户的交付。对于那些被季伯达抢走的小订单，不要去争。季伯达用低于成本价抢订单，抢得越多，亏得越多。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事，保证质量和工期，客户自然会回来。林总太仗义了，涨工资给股份，能跟着这样的老板干，再苦再累都值。就是那些被季伯达挖走的人，早晚得后悔。季伯达是什么人？出了名的抠门，还克扣工资，他能兑现双倍工资才怪。鹏哥，我错了，季伯达根本就是个骗子，他说的双倍工资根本没有，还扣了我们的押金，每天让我们干16个小时的活，稍微出点错就罚款。我们想辞职他还不让，说要我们赔违约金。鹏哥，你能不能跟林总说说，让我们回去啊？陈哥，他们几个都后悔了，想回来。不行，当初他们选择离开就是不信任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又想回来，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你给我看的这是什么垃圾？焊缝全是气孔裂纹，差点出了安全事故，你必须赔我所有的损失，不然我就去法院告你。陈哥，不好了，楼下来了好多警察，还有穿制服的，说是省厅专案组的，直接往会议室去了。别慌，我去看看。林晨先生，我是省厅联合专案组的，我们收到多人实名举报，你涉嫌偷税漏税1200万，围标串标，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违法生产特种设备，还涉嫌生产不合格产品，导致2起安全生产事故，造成3人死亡。现在双全面立案调查。这绝对是诬告，我们公司所有业务都是合法合规的。有没有问题？我们调查后会有结论。我全力配合你们的调查，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大鹏通知各部门，把所有的资料都整理出来，交给专案组的同志，不要隐瞒任何东西。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可是陈哥，没事，去办吧。常规手段搞不死他，那就玩狠的。我把我这20多年的黑料全按在他头上，只要有一个罪名坐实，他就得把牢底坐穿。就算最后查清楚了，他的公司也早就垮。我已经买通了3个之前被他开除的工人，让他们做伪证，证明他生产不合格产品导致了安全事故。还有我给市税务局的王科长送了50万，他会帮我把举报材料递到省厅，让上面直接成立专案组，不给林晨任何辩解的机会。明天一早，我就带着这些东西去省厅实名举报。这一次，我要让他永无翻身之天。陈，你毁了我的一切，我也要让你身败名裂，不得好死。陈哥，现在怎么办啊？外面全是骂我们的谣言，客户也都要解约，银行也打电话来说要提前收贷，再这样下去，公司真的要垮了。别慌，季伯达和柳如烟以为伪造点证据就能把我搞垮，他们太天真了，假的永远真不了。他们能伪造证据，我们就能拿出真凭实据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且这也是我们彻底扳倒季伯达的最好机会。扳倒季伯达？季伯达在江北横行霸道20多年，手里肯定有不少真的黑料，他这次把自己的黑料安在我头上，反而给了我们一个顺藤摸瓜的机会。只要我们能找到他违法犯罪的实锤证据，就能让他自食恶果。你留在公司继续配合专案组的调查，把每一笔账目、每一份合同都核对清楚，找出季伯达伪造证据的漏洞。我去见一个人。小林，我都听说了，季伯达真是太过分了，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陷害你。李会长，我今天来是想求您一件事，季伯达这次是铁了心要置我于死地。他能这么搞我，以后也能这么搞圈子里的其他人。您在圈子里德高望重，只有您能站出来制止他了。小林，你不说我也会帮你。季伯达这个畜生，我跟他的仇比海还深。10年前，我也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焊接加工厂，规模比你现在的还大。季伯达看中了我的厂子，用和现在一模一样的手段，
伪造证据举报我偷税漏税，还买通了我的工人做伪证，最后我的厂子被查封，我背上了几百万的债务。我儿子为了帮我还债，没日没夜的干活，出了车祸差点没救回来。要不是亲戚朋友帮忙，我早就家破人亡了。这20多年来，我一直在收集季伯达违法犯罪的证据。他偷税漏税、围标串招行贿、无证生产特种设备，还有他压下来的那2起安全事故，所有的证据都在这里。我一直没拿出来，是怕他报复。现在他都骑到我们脖子上拉屎了，我也豁出去了。李会长，谢谢你。不用谢我，我也是在为我自己报仇，也是在为所有被季伯达坑过的人报仇。张组长，这是季伯达和柳如烟诬告陷害我的全部证据，还有季伯德本人违法犯罪的实锤，请你们核实。简直是无法无天！没想到季伯旦竟然背着这么多案子，全体集合，立刻对季伯旦实施抓捕，查封他所有的公司和资产。季伯达，你恶意竞争，贿赂公职人员，跟我们走一趟。经过全面细致的调查，我们确认所有对林晨先生和恒晨重工的举报，全部都是季伯达和柳如烟伪造的恶意的。林晨先生和他的公司没有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所有经营活动全部合法合规。同时，我们查明季伯达涉嫌偷税漏税行贿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强迫交易罪、诬告陷害罪，现已被依法逮捕。是你们了，咱们这成了。陈哥，我们赢了，我们终于赢了。我们赢了。这不是柳家那丫头吗？当初多风光啊，怎么变成这样了？还能怎么着？自己作的呗。坑了人家林晨，还联合季伯达搞陷害。现在季伯达被抓了，他也成了通缉犯，走投无路了呗。唉，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看着也怪可怜的。林晨现在出息了，能帮就帮一把吧。求求大家了，帮我劝劝林晨吧！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给你们磕头了，我求求你，你别离开我，我真的不能没有你。林晨，我错了，我真的磕头了。我现在背上了60多万的债务，厂子也没了，房子也被银行收了。我爸妈被我气得住进了医院，天天躺在病床上骂我不孝，警察还在到处抓我。我要是被抓进去，就得坐好几年牢，我这辈子就完了。我给你当牛做马，我一辈子给你打工，我扫厕所、倒垃圾，干最苦最累的活都行。当初是我鬼迷心窍，是我贪得无厌，是我瞎了眼，我不该坑你那10万块分红，不该在年夜饭上羞辱你，不该联合季伯达害你。我给你磕头，我给你赔罪，你打我骂我都行。求你看在咱们20多年青梅竹马的情分上，看在咱们从小一个大院长大，穿一条开裆裤的份上，拉我一把。只要你帮我还清债务，帮我跟警方说说情，撤了我的通缉令，我什么都愿意做。求你了，林晨。小林啊，你看他都这样了，也知道错了，得饶人处且饶人，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能帮就帮一把吧。就是啊，小林，她一个小姑娘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你现在这么有本事，几10万对你来说也不算什么，就当积德行善了。柳如烟，你起来，别在这跪着，丢的是你自己的人，也丢你爸妈的人。整个大院的人都看着呢，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我不起来，你不原谅我，不帮我，我就一直跪着，跪到死为止。今天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撞死在这大院门上。你愿意跪就跪着，但是我告诉你，我不会帮你，更不会原谅你。你说咱们有20多年的青梅竹马情分，那我问你，当初我拿着攒了5年的积蓄，帮你凑启动资金开厂子的时候，你怎么不念这份情分？当初我带着兄弟们没日没夜的干，1年给你赚了197万。你把10万块扔在我脸上，说我就是个出力气的焊工，只值10万块的时候，你怎么不念这份情分？当初我在零下15度的野外3天3夜没合眼，帮你保住工期没赔300万违约金的时候，你怎么不念这份情分？当初年夜饭上你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说我是给你代班焊东西的，把我和我爸妈踩在脚底下炫耀的时候，你怎么不念这份情分？你联合季伯达封我的原材料渠道，想让我无米下口破产倒闭的时候，你怎么不念这份教训？你伪造证据恶意举报我，想让我的公司被查封，我被抓去坐牢的时候，你怎么不念这份情分？你派人往我给北方重工的产品里塞渣渣，往我的仓库里藏装满气的乙气瓶，想制造爆炸事故，让我身败名裂牢底坐穿的时候，你又怎么不念这份情分？从你把那10万块钱扔在我脸上的那一刻起，我们20多年的情分就已经死了。从你一次次用阴招害我，想置我于死地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只剩下仇了。你现在的下场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路是你自己选的，坑是你自己挖的。
恶果也得你自己吃。你违法犯罪就该承担法律的责任，你欠了债就该自己赚钱去还，这一切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凌晨，你别给脸不要脸，你装什么好人？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要不是我带你创业，给你机会，你现在还是个在车间里焊铁疙瘩的穷焊工。你能有今天，全都是靠我。我给了你机会，你却反过来抢我的生意，毁我的人生。你凭什么过得这么好？凭什么当大老板？凭什么所有人都向着你？我就是不甘心，我柳如烟哪点比你差？凭什么你能骑在我头上？我的天，原来他根本就没认错呀，刚才都是装的，太可怕了！都到这个地步了，还觉得是别人的错，真是无可救药。还好凌晨没帮他。喂，你好，是城东派出所吗？你们正在通缉的犯罪嫌疑人柳如耶，现在就在晨光小区3号楼的单元门口，情绪很激动，你们过来吧。凌晨，我恨你，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阿晨，妈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看着他走到这一步，妈心里也不好受。真的就一点余地都不留吗？妈，不是我不留余地，是他从来没给我留过余地。当初他羞辱我的时候，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踩在脚底下的时候，没给我留余地；他想把我送进监狱，想让我死的时候，没给我留一点活路。我要是今天心软帮了他，就是对我自己不负责任，对跟着我打拼的兄弟们不负责任，更是对那些被他和季伯达坑过、害过的人不负责任。他做了错事，触犯了法律，就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这才是公平。你说的对，是妈太心软了。路是他自己选的，后果也该他自己承担。陈哥，成了，跟南方重工的5000万年度框架协议签了。他们董事长说了，以后南方市场的所有重型钢结构焊接业务全部交给我们。太好了，辛苦你了，带着团队跑了整整1个月。嗨，这算什么？想当初咱们在隔壁那个2000平的小厂房里，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谁能想到能把生意做到南方去？对了，晚上我订了饭店，咱们全体核心员工好好庆祝一下，不醉不归。好，我把手里这点事处理完就过去，告诉大家这个月所有人发双倍奖金，再每人发1台最新款的笔记本脑。我这就去告诉大家。阿晨，我炖了你最爱喝的玉米排骨汤，还有你王阿姨介绍的那个苏医生，晚上来家里吃饭，人特别好，是第一人民医院的心内科医生，长得漂亮，性格也温柔，你可得好好表现。妈，我晚上公司有庆功宴，可能要晚点回去。庆功宴什么时候不能办？人家苏医生特意调了班过来的，你怎么能放人家鸽子？我跟你说，你今天必须早点回来，不然我就带着汤去公司找你。好，我知道了，我这边尽快结束，7点之前一定到家。这还差不多。这一年大家辛苦了，今天放开吃，吃完去财务领红包。阿晨，这位就是苏医生。你好，我听说过你的事，对你很感兴趣。